上一件的案子效果很好，所以中美双方都愿意把这种合作给常态化。作为特别顾问，与连环杀人案有关的重大案件，以及其他我感兴趣的刑事案件，我都可以参与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必须要一个助手。尹自己给你的工作条件虽然丰厚，可他并不是真的看懂你，他根本不了解你的优点以及潜力。你喜欢查案，喜欢追寻真相，而我才会是你真正的导师。好的。这种机会可不是常常会有啊，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。你刚说什么？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机会，以后请叫我钱警官。当你的助手，必须得跟得上你的步伐。我已经被为人民服务的警察队伍录取了。你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后座上那个人，我早就说过了，他肯定会答应。洋洋，你怎么知道他跟我说过这句话？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会分析别人的行为模式。我是越来越了解他了。所以我说的没错啊。什么？你和你的好朋友那天确实是在聊我。认真开车。这些东西全部打包，把房间关闭吧，他不会再回到这了。是啊，人在红叶山庄都被烧成焦炭了，肯定是回不来了。不用担心，这个房间对面没有大楼，不会有人拍到这的。江浩已经死了，本来就不会有人再偷拍了。确实是这样吧？没有人在跟踪你了吧？是啊，没有人了。今天晚上搬上来和我一块住吧。你睡客房。我不搬。为什么不搬啊？做我的助手，难道不用24小时陪着我吗？我需要有自己的私人空间，你需要我的时候就随时叫我上来就好了。万一以后我有了男朋友，我们感情又很好，如果需要住在一起的话，我是肯定没有办法24小时都陪着你的。
要看看你身上的伤口。没有女人看过我的身体。我是你的助手，我可以看。别摸，痒。早知道会让你哭的话，我就不给你看了。别看着我，你看书吧。好了，别哭了。喂，子玉。我走了。晚安。他哭了，我在安慰他。不许和他说。小姐，您的外卖。进来吧。我就想着，昨天晚上你们两个睡那么晚，估计今天早上是起不来了，所以呢，我就买了一些早饭过来探望一下。怎么样？我是不是很体贴？你超体贴的。刚才上面金言说你看过的档案啊？是啊。他一般不给别人看，他的母亲和姐姐都没看过。你看过？嗯。你为了帮他恢复，做了不少事吧？没人帮得了他，他自己恢复的。喂，瑶瑶，我现在过去接你们。去哪儿啊？我教授不是说今天要来警局吗？哦，我知道了。接下来吃早饭吧。今天第一天报道，加油啊！加油！哎，检局长能不能不要脸拿那么长？来，进来看看。不错，就是看起来空荡荡的。一旦正式运转起来，很多机器、设备、资料都会涌进来，只怕到时候还嫌空间不够用了。倒也是。我马上让人给你们安排好。好，照这么说，你已经正式答应当他助手了？答应了。其实我很早之前就想答应了，本来还以为我会安安分分的上班呢。你别以为了，以为什么呀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只需要想清楚，你喜欢你现在生活方式吗？很喜欢。那不就结了吗？哎，等会儿我跟你说啊，
总之你记着，无论以后遇到什么难以抉择的问题，你只需要坚持一个原则：跟着帅哥走。我才不要听你胡说八道。好吧，挂了啊，拜拜。姐，哎，有事儿啊？嘿嘿，我一会儿有空吗？有情况？我想带你去见一个人。男朋友？我还没想好呢，你帮我把关。我当然得给你把关了，你妈可把你交到我的手上了。领导，请安排工作。晚上包你一批馄饨吧。我是警察，不是保姆。喂，娟娟，怎么了？你慢慢说，别着急。瑶瑶，哎呀，你还好吗？我还好，可是小冉她真的吓坏了。对了，她认识那个女孩，是她同寝室的室友，他们白天还说话了呢。我知道了。这个路子，跟死人比，怎么发现死的？死者阮明怀，19岁，经管系大一学生。凶器丢在尸体旁2米处，是一把匕首。仓促而稚嫩的谋杀，你有什么感觉？我只想尽快破案，抓到凶手。没错，这么对一个花季的少女，完全泯灭了人性。凶手已具有反社会人格的初步萌芽，在第一刀割喉毙命的情况下，凶手仍然反复捅刺死者，并在现场停留了一段时间，完全没有那种激情杀人之后的恐惧感。他所实施的过分杀戮，虽然是受到仇恨的驱使，但你们看最后这几刀。他开始感觉到快乐。如果不加以制止的话，他肯定会继续发展，再次杀人。通知家属了吗？已经派人去他家了。死者的父母是当地纺织厂的普通工人。工薪之家，供养女儿考上江州大学已经不容易了，这个打击真是太大了。死亡时间？昨天晚上9点到11点之间，验尸后还可以更加精确。随身物品呢？只有一个背包，里面有2张饭卡，一些零钱，还有化妆品、纸巾、微串钥匙。手机呢？对啊，这个年纪的女孩不可能没有手机的。
什么发现吗？你自己不会想。第一个问题，杀他的人是校内的还是校外的？校内的。没错，所以杀他的人可能是学生、老师，或是校工。这么对待生活在自己身边的人，真的是太残忍了。有什么好残忍的？大学本来就是社会机体的一部分，人性多样化的分布概率，只跟人口密度有关。群体划分对此并不明显。好，你刚才只是感慨一下。第二个问题，他来到这里是自愿的，还是受人胁迫的？自愿的。虽然案发时间是在晚上，但是校园内的人很多，想要胁迫一个大活动难度很大。而且我们上山的这一路，并没有发现任何挣扎打斗的痕迹。那么，一个女孩子晚上会自愿跟谁到这个地方来？又有谁约见面会约在这个地方呢？男朋友，这是少年情侣见面的最佳地点，他是来约会的。没错，一场死亡约会。看来你对这个地方还是挺熟悉的。走吧，该去跟他的同学们好好谈一谈了。这就是行为分析，并不复杂。那是因为有你，话才能讲。李队长，没发现手机。那是被凶手拿走了。你去查一下死者的手机号码，看能不能定位。另外，再联系一下通讯公司，查一下通讯记录。好。死者阮明怀同寝室还有其他3个人：谢小冉、霍小璐、赵英子。这3个人除了小冉以外，其他2个人家境一般，都是本地人。这是他们的一些个人资料，你要先看看吗？你看过就行，先我画吧。哦，明怀以前也常在外面过夜，昨晚他没回来，我们还在生活老师那儿给他打掩护。没有如果。小冉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你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是什么时间？昨晚7点过，什么地点？行政大楼外面。他说他去交钱，后来去晚了，学校财务课都下班了。交钱？明怀他是班委，他负责收这个学期所有人的餐费，一共是4万多块钱。晚上8点的时候，我跟小冉在行政大楼外面碰到了他，他说要去财务处交钱，但是人家都已经下班了，我们就都一起回了宿舍。我当时觉得有点不舒服，我喝了一杯红糖水就睡了，直到9点左右的时候我醒过来，看到宿舍里面所有人都不在，一直到了11点左右，小冉和英子他们2个前后只差了几分钟回来。11点半的时候，老师来查寝，我们替明怀打了掩护，然后就熄灯睡了。阮明怀一个男友？算是有吧。什么叫算是有？他刚进校，一看到苏北便喜欢上了他。苏北一开始并不怎么愿意理他，可是后来慢慢的也转变了态度。上个星期他们就开始一起吃饭看电影，我也不知道算不算真正的男女朋友。我们寝室的关系都非常好，明怀和我是最好的朋友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？
那他离开寝室前，带没带那4万块？我不太清楚，应该拿走了吧？出事以后，警察来搜查过他的柜子，钱已经不在寝室了。大家的说法还是比较一致的。阮明怀追求苏北，苏北不久前给了回应。确实是个阳光漂亮的男孩。外表的美好只能带来浅薄短暂的美感，缺乏持久的内容。你承认他长得不错，就这么难吗？好吧，确实长得不错，不过差我很多。明怀死的事儿，同学都知道了，是老师跟我们说的。他昨晚是跟你一块约会的吗？没有啊。阮明怀被害时，穿着他最爱的一条连衣裙，还化了妆。尸体发现的地方，也不是日常散步或者是普通朋友会去的，反而是需要亲密的一些小情侣才会去的地方。所以说，阮明怀肯定是去约会的。我们之前是去过那个地方，但是我昨天晚上在看球赛，我没有约他呀。你是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吗？他昨天给我发短信说我到了，你在哪儿？当时我就有点懵，短信还留着呢。我就回他说，我说什么到了呀？我在寝室呀。然后就没下文了，他也没回我。这么可疑的情况，你身为男朋友不打算问清楚吗？实话实说啊，明怀的以前啊有点缠人，我就是单纯的以为他是想见我，谁能想到会出这档子事儿啊？是，也怪我，我如果要是当时给他打个电话的话，可能就不会是现在这样。有人和你一块看球吗？没有，寝室同学都出去玩了。那你想一想，有没有人可能假借你的名义，去约死者出来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你就是说说你的想法，说错了也没关系。有这么一个男孩，他呢是明怀的高中同学，一直喜欢他，包括他来这所学校上大学都是为了追求他。就前一阵子吧，这个男孩总来看我打球，我觉得他的眼睛里边充满了杀气。不过人家也知道我跟明怀的事呢是明怀比较主动，所以也没说什么，也没做什么。我不了解人家啊，我包括他这个男孩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。我们会调查的。王队，死者的通讯记录我们调出来了，案发那段时间，他只发过一条短信，没有打过电话，而且我们已经定位成功，在哪儿？他还没离开江浙大学。走，我们去找找。根据仪器显示，手机应该就在这个柜子里。到这儿，这个柜子是谁的？尽管是3班未思远。苏北说的倒也没错，我们系3班有个男生跟明怀是高中同学。他们交往过吗？明怀说他们高中的时候关系确实比较要好，但是高中生嘛，
学习紧，家长也管着。我想不算是真正的交往吧。那这个男生性格怎么样？他到我们宿舍玩过，性格挺内向的，不太爱说话。明怀追苏北以后，他就没有再来过。先问重点。对于死者的移情别恋，这个男生有没有说过不理智的话？这不是重点，先问名字啊。他叫什么名字？魏思远，他叫魏思远。打电话。就是死者的手机。马上找到这个魏思远，把他带到局里。是。是魏思远吗？你和死者是高中同学，你们关系融洽。可是上了大学之后，阮明怀却爱上了苏北，这让你心里很不舒服吧？明怀不懂，苏北根本就没有把他放在心上，他不爱他。他是不爱他，他为了一个不爱他的人而抛弃了你，所以你才如此的愤怒，愤怒到了把他割喉之后还要再多补几刀，是吧？明怀不是我杀的。昨天晚上你在哪里？昨晚差1刻10点，我一直在他寝室楼下。后来看见他出来，穿得那么漂亮，我就知道他一定是去找苏北的，所以我就一直跟着他。你们俩发生了争执，他跑上了山，你怒火难平，就追过去把他杀害了。我没有，我永远都不可能伤害他。他跑上山之后，我在山脚下犹豫了很久，最后还是没有跟上去。如果我当时上了山，他就不会死了。你没有上山，你一直在山下守着。大概待了半个多小时，我就自己回寝室了。直到今天中午，听到了他的消息。既然你没有再继续跟踪他，那阮明怀的手机怎么会到你那儿来？什么手机？谢谢你。我知道你一般只接重大恶性的案件，这是恶性案件。是有多大的仇恨，才能让一个人下决心杀了自己的同学？有很多时候，杀人对他们来说，只是为了寻求一个出口。是因为你，我接这个案子是因为你。我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因为娟娟是我的好朋友。不是因为这个案子牵扯到你的朋友，而是因为这个案件的难度对你来说刚刚好。凶手尚未进化，留下了太多指向性的线索。只要逐一清理、核查、排除，真相就能够浮出水面。即便是像你这样没有经验、思维不缜密、又情绪化的人，给你足够的时间，你也能破案的。为了照顾你低下的水平，我会适度的放慢节奏的。那还真是谢谢你了。不用客气。好吧，你现在还有什么想法？我觉得应该检查一下监控录像，看看有没有除了魏思远之外的人动过他的柜子。没有任何学校会在更衣室里安装摄像头的。我们还先调查一下苏北其他倾慕者吧。
你们觉得真的是魏思远干的吗？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警察都把他给带走了，肯定是有原因的。那他是因为明怀喜欢苏北，还是因为要抢那4万块钱呀？肯定是因为苏北。我没有，我永远都不可能伤害他。他跑上山之后，我在山脚下犹豫了很久，还是没有跟上去。如果我当时上了山，他就不会死了。我们在犯罪现场没有找到有任何指向性的证物，除了一组鞋印，但是比魏思远的鞋大了一码。也许他很小心地清理了现场，也许他故意穿了更大码的鞋子。他很小心地清理了犯罪现场，又穿了大一码的鞋去伪装，结果却拿走了死者的手机，而且连血迹都不擦干净，就锁进自己的柜子里。我看过手机，里面没有直接指向魏思远的内容。如果他真的是凶手，根本就没有必要拿走这个手机。况且，学校的更衣柜很容易就被撬开。我怀疑魏思远是被凶手栽赃的。小林，你过来。郭小玲，你跟苏北同班？对。你一直追求苏北，是吗？很多女生都追过苏北。是啊，但是最执着和最疯狂的，就属你和阮明怀了。苏北最后选择了阮明怀，你一定很生气吧？他只是玩玩而已，我不相信他真的喜欢阮明怀。那个女人除了有钱还有什么？她还漂亮，至少大家都认为她比你好看。苏北他真的就不喜欢他那种类型的。15号晚上9点到11点，阮明怀死的那个晚上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自习室。自习室9点半就关了。我又散了会儿步，10点半回的寝室。你一个人吗？一个人散步犯法吗？追求苏北的女孩还真多，不知不觉都问了一早上了。对于阮明怀的这些情敌们，你的初步判断是什么？我觉得郭小玲的嫌疑最大，她明显在隐瞒什么。我的想法对不对？你倒是说句话。不过郭小玲确实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。哪句啊？这几项。小鹿，银子，你听说了吗？听说什么呀？听我表姐说，警察已经把魏思远给放了。为什么呀？好像是查到什么，证明他不是凶手吧？哎，内部消息，我表姐说，警察知道杀了明怀的其实是另外一个人，昨天晚上什么？
那天晚上的事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。在说什么？那天晚上我看到了绝户山。你刚才把鞋扔了，是因为当时在现场留下脚印了吗？你跟踪我？我只是想多看看你，哪怕只是站在外面，透过窗口看看你的房间也好。苏北，我太喜欢你了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。你给我出的考题，我有答案了。我给你留考题了。我知道郭晓玲的哪一句话是最有意思的。说说看。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，阮明怀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，他的家境非常一般。可是那天在跟郭晓玲谈话的时候，他却说，那个女人除了有钱还有什么？阮明怀根本就不是有钱人家的女儿。郭晓玲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难道阮明怀告诉苏北，他的家里很有钱？或者他很乐意为了苏北花钱？苏北，你看，这是我刚给你买的水果，我都给你切好了，吃一个。换一个吃，吃嘛啊！经法医进一步鉴定，阮明怀身上的一些伤痕，几乎都是在死亡当时造成的。也就是说，在他被割喉放血的过程当中，凶手疯狂地在他身上留下了那些伤口。还有一个重要发现，我们在死者背包的拉链处发现了苏北的指纹。你怎么了？你要去哪儿？你给我开啊！苏北，是我呀！我知道是你，你以后离我远一点。苏北，你知道我要是跟警察说的话，你要告诉警察我不去，我已经不在乎了。喂，哎，三哥，好，知道了，我给你送过去，啊。你看什么看呀？齐秦姐。三哥，三哥，
哥，三哥，哎，钱呢？这钱你敢给我啊？你告诉我这什么话？你胆儿也太大了吧！啊，三哥，这个钱，没事找上坑我。别动，警察！啊，没事，小事，这是一个小事。我承认，明怀子一直给我钱。那天晚上他发短信过来的时候，你看的球，就是你赌的那一场吧？是。球赛12点20结束，你知道自己输了，赌球公司的钱你也还不上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阮明怀之前跟你发过信息，所以你知道，他一个人正在后山。你之前跟他在一起就是为了钱，而且你也知道。他刚刚收取了餐费，所以你就打起了这4万块钱餐费的主意，而你利用他对你的感情，可以很容易就靠近他，割断他的喉咙，抢走这4万块钱。我没有。然后你拿走了他的手机，放进了魏思远的更衣柜，想要嫁祸给他。我没有，我真没有。但你总得做点什么，那可是公款。跟之前阮明怀从他父母那里骗给你的钱不一样，肯定会事发的，不是吗？我没有去后山，我真没有。苏北那天去了后山，而你一直在男生宿舍楼外偷窥他、跟踪他，所以你全部都看见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抓住了苏北的这个把柄，想以此要挟他和你在一起，对吧？不是要挟，苏北他爱我，那天晚上我们一直都在一起，他一直陪着我，他把我揽在怀里，一颗一颗的陪我数星星。郭晓玲当晚跟踪过你，当然，他肯定不敢靠得太近，也无法看清你的全部动作，但他至少可以证明你去了后山。你想一想，郭晓玲被你甩了之后，还会为你保守秘密吗？我再告诉你一个更坏的消息，我们不一定需要郭晓玲的证词。看看这个，你的手机，最新款最智能。里面有一个自带定位功能，你知道自己打开它吗？呵，下载软件还挺多的，有地图，有图钉。就这儿，15号当晚10点半，有一个未接来电，这应该就是赌球公司打来催账的吧？要不要猜一猜？你当时接这通来电的时候，自动定位是在哪？寝室还是后山呢？喂，三哥，你放心，这钱我一定尽快还你。我们已经在这个背包的拉链上找到了你的指纹。说实话吧，也许还能挽救你自己。我承认，
赛完了以后，我是去了后山。我承认我拿了他的钱，我也承认我去了后山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杀他。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，我没有杀他。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。为什么？你说过，犯罪心理分析要从行为中找答案。虽然现在种种的证据表明凶手就是苏北，但是从行为上分析，疑点还有很多。说说看。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阮明怀身上的伤痕。凶手破了他的相，还划伤了他身上的很多皮肤。如果是苏北，他有必要这样做吗？如果只是为了抢钱，他有必要去划伤他的脸吗？这更像是嫉妒。他一个男孩子，无论如何都不会嫉妒一个女孩子长得漂亮吧。而且我注意到阮明怀的裙子上有很多泥土，可是她躺的地方是硬土地，周围又没有任何的打斗痕迹。这种心态，我觉得凶手是女生。不错，你看过我的书了？那当然，当你的助手，当然要学习一下你的理论。不过你的书里也说过，由于性倾向的多元化，不能简单的根据情感矛盾来判定嫌犯的性别。不过显然，你还没看完。即便是有同性恋倾向的男性凶手，也很少会以划伤情敌面部的方式来发泄愤恨。不过你说的没错，她是女性。是郭晓玲吧？她趁着苏北还在看球赛，跑去后山杀了阮明怀。她又没收到短信，怎么知道阮明怀在后山呢？你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，是不是？那你还不赶紧说出来，让凶人他们赶紧把他抓住啊！知道凶手是谁也没用，法律上来定案是需要证据的。你还没找到证据？暂时没有。那怎么办？这就要请你的好朋友来帮忙了。都在哪？哎，我刚才跟我表姐吃饭，听了好多内幕消息。说什么了？表姐说警察已经查出来了，凶手就是苏北。真的假的？是真的。我表姐说，当晚有目击证人看见苏北跟郭小莲一起上了后山，他俩肯定有一个是凶手，要不然他们俩就是同谋。哎，警察审到半夜，苏北都认罪了，说是他一个人干的，跟郭小莲没关系。天哪！哎，没想到苏北真的喜欢郭小莲啊！苏北不可能喜欢郭小玲，又不是我说的，是苏北自己说他一个人干的，不想连累心爱的女人。我表姐说郭小玲都放出来了。不是，我知道不是。你怎么确定是郭小璐的？犯罪的心理分析是从行为中找答案。你试着分析分析吧。首先，种种迹象表明，凶手就是苏北。但是我觉得，苏北不会用刀去划伤死者的脸，用泥土浇在裙子上，这是明显的嫉妒。
分析其他3个学生的家境，我觉得霍小璐的嫌疑最大。当晚他跟死者在一起，如果死者约了苏北，他是很有可能知道的，而且他之后也没有时间证人。不错，没了。洗耳恭听，你还有多少发现3点够不够？够了。第一点，距离。死者是被割破喉咙，一刀毙命，这是一个难度很高的操作。首先，凶手并不是正面杀死的，因为这样动脉破裂的血液会喷满凶手的满脸满身，所以凶手是从背后近距离杀死他。当时的平台通话没有任何的遮拦，凶手是不可能悄悄地接近他，也就是说，凶手和他坐得很近，他们一块坐在那个石头上，这就是距离的问题。人跟人之间交往都会有一定的距离，在社交场所，那么让人感觉到舒服的距离是0.6到1.2米的距离，0.6米以内呢，那就是亲密距离了。你和我现在就是亲密的距离。所以更有可能的是，死者和自己的闺蜜坐在一起，所以她才不会有任何的防备，有人从背后下手。第二，钱。霍小璐家境不好，需要这笔钱。你觉得我有可能做出这种类似猜测性的推理吗？你继续。你还记得阮明怀的死状吧？他斜躺在地上，血是向前喷射的，但他装钱的背包在他身后，即便是动脉出血，要蔓延到身后，甚至把他的背包还有钱全部染色，那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。可是我们找到钱的时候，已经满是血迹了。所以钱是在他死后的一段时间被人拿走的，至少半个小时。根据法医鉴定的结果，凶手是一顿疯砍，杀毒就结束了，最多不超过5分钟。他没有理由在那边逗留半个小时，把他杀了之后，然后才把钱拿走。所以拿走钱的人和杀人的人是2个人。第三，霍小璐的供词满满的破绽。走吧，让我们看看年纪这么轻的心理者是如何养成的吧。是你杀的，苏北，你杀了人，却让我承担罪责啊！不是，我把手机放在了魏思远的柜子里面，我以为警察会去抓他，警察也确实抓了他。他犯了什么错？你要杀了他？因为他总在我面前炫耀，他总是说你对他有多好，你们约会，他居然还给我看你们2个在一起拍的照片。你是谁呀？我甚至都不认识你。你当然认识我，我们注定是要在一起的。苏北，你真正喜欢的人只能是我。你为什么要报警啊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
你知不知道我所做这一切全都是为了你？你就是个疯子，一个杀人的疯子！苏北，你明明也很讨厌他，你讨厌所有缠着你的女人，只有我，我默默的喜欢你，绝对不会缠着你。我所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我是为了你才清除掉他。说说看，你是怎么清理他的？想要杀掉那个蠢女，简直太简单了。明怀，刚才苏北跟我说，他约你晚上10点老地方见。真的啊？哎，明怀，一会儿我陪你一块儿去呗。小鹿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挖好朋友墙角的人是最可耻的。他们都出去了，以为我自己在宿舍里面睡觉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别告诉别人行吗？我保证肯定以后不再对他动心思了。小鹿，挖好朋友墙角的人是最可耻的。杀了人之后，你
你清理了现场，然后一直躲在树林里，并没有离开。苏北，我看见你当时就站在那儿，看着那个蠢女人的尸体，然后就走了。你当时只有震惊，没有伤心。后来又回来拿了钱，我就知道我做这一切都是对的，你根本就不喜欢他。你连夜处理了自己的血液，将手机嫁祸给了魏思远，等着尸体被发现。接下来，也就如你预期的一样。是魏思远吗？我以为他们抓了魏思远之后，事情就结束了。可是只过了1天，他们就把人给放了。苏北，在所有女人当中，只有我是真的爱你，也只有我才是真的想跟你在一起。你不知道吗？你们是都够爱他的，只是反而他一个都不爱。你胡说！他爱我，苏北，你爱我对不对？爱我。爱我！别动！苏北，你爱我对不对？你是爱我的，苏北。把我放下来吧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这两者必然联系吗？